我跟他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挺老实的，然后就跟他开始交往了。最初觉得她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可是交往之后啊，就觉得她有事没事就跟我吵架。他真的是个特别小气的人，而且还很斤斤计较，无论是花钱方面还是做事方面，我真的很看不惯。他现在突然提出要分手，总得有个说法，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我白付出了。就因为分手的事儿，他的家人跑到我家里去闹，我真的是1分钟都忍受不了了。听这个情况，大概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问题，有点两两计较的意思哈。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石，28岁，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客户接待。来，有请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我愿意。相亲认识的是吧？对。谈恋爱谈了多久？半年多。半年多。现在要分手是吧？对，我要分。我钱都已经给你们家了，你还来找我干嘛呀？不，怎么跟钱还有关系？我一说分手，他妈妈就拿着账单去我们家了，而且一笔一笔写的那么清楚，什么我跟他吃饭花了多少钱，看电影花了多少钱。最可气的，你知道，他竟然写给我买衣服花了1000多。你从始至终给我买过什么衣服呀？你不就给我买2件背心吗？你还给我买过什么呀？T 恤好吗？你说你提出分手，他妈妈拿账单去找你是吗？对啊。这个账单是个什么单？你能告诉我吗？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个花销，谈恋爱期间的开销是吧？那个账单写的吃饭，我们2个人吃饭的钱；看电影，我们2个人看电影的钱，都得我买单。不是，他是说除以2，让你买。没有，那就都是你买，都是我买单。你跟他分手的理由是什么？这里边事情很多啊，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吧，我跟他出去买东西嘛，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人家那个少找了他1毛钱。就守了那么多人，后边还排着那么多人呢，就跟人家吵起来，你不觉得丢人啊？为了1毛钱，1毛钱也是钱，这是我原则啊！我都真的无语了。就算是那个会过日子什么的吧，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啊。可是后来我跟他谈了一段时间了，我说带你去见见我朋友吧哈，然后我舍友一共6个人加上我，然后我们去星巴克喝咖啡，我们坐了大概有10几分钟。他连点咖啡的意思都没有，已经没说让我请客是吧？我没说让你请客，人都去了，你就不知道自己随机应变点啊？后来还是我自己去点咖啡付的钱。回去之后，我好长时间没有理他，打电话问我怎么不理他了啊？你自己不知道错了呀，我还为什么不理你了？我跟他们不熟悉，为什么要请他们吃那个咖啡啊？是吧？你没买2杯吗？你1杯，他1杯，你们俩不是挺熟的吗？当时不是人挺多，我也不知道这么多人呢。哦，那他买了，你喝了吗？喝了。你们俩双方父母见过面吗？见过。按常理来说，都是男方先去女方家去看看嘛。他们家强烈要求我先去他们家啊。我们家也没有那么斤斤计较啊。然后就我拿点东西去他们家了，后来他也拿点东西去我们家了，东西都差不多。可是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儿。后来我看他短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母亲给他发信息说那个，你去超市看看，他给我们家拿的东西值多少钱，然后回头咱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给他拿差不多的东西，别多花钱了。省得咱们家吃亏了。这怎么了？礼尚往来的事儿嘛。啊，就是这个家庭有这种家传的勤俭的美德，是吧？对，勤俭持家，传统美德。对，姑娘，我觉得这没什么呀，这都不算什么，就过日子，两家实实在在。我也觉得这点事我都忍了，这就没事了。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谈了有半年多了嘛，然后他说想早点定下来，他说自己年龄也大了什么的。可是我年纪又不是太大，我就不想那么早定下来。他就是为了让我赶紧同意嘛，然后说给我们家10万块钱聘礼，房子什么装修都他们家出。我就看他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答应了呗。可是装修房子的时候，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你说房子都是那种特别破还是2手的特别小的那种房子，我都不跟他计较了这些。不是你不能计较，有房子就不错了。那么小的房子多小啊？也就70多平。70多平你还嫌小？你想住多大呀？70多平又不是我们俩住，还有他妈妈，还有他们家人呢。是合住在一起是吧？对呀，你说这房子小也就算了是吧？你说装修你总得装好点吧？你说以后我们俩过一辈子的地方，你说我们去买个地板，最起码都是中等的那种吧？去了就说我们就要便宜的就行，最便宜的墙纸。一去
围着那个装饰车转了那么一大圈，我以为他会给我买个我喜欢的了哈。最后转一大圈买了一个灰不拉几的那种，还是特别便宜的。他就是无理取闹。你说现在谁还喜欢花色的，是吧？我无理取闹，我就是喜欢那种有风格的那种。你有一件给我买我喜欢的嘛？你说地板墙纸这，咱就不那么计较了。最后买大件，你都得买点有点面子的吧。我们去买那个冰箱，人家那个说能制冷就行了。冰箱嘛，就是制冷的，是制冷的。可是你家里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吗？你就不能买点智能的？人家那么给他介绍智能的，你就说我就买只要能制冷就可以了。智能的不一定好，姑娘。那你说你买个洗衣机去了就说，我就要双缸的，双缸又省水又省电，多好！弄得人家那服务员都无语了啊！人家问现在还生产双缸洗衣机吗？啊，后来呢？买着了吗？没有。你看嘛，就是不是也没买吗？你说买电视了，你买个好点的，就要29寸最小的那种。你说客厅没这么大，摆这么大干嘛呀？现在谁还看电视啊？你房子小，你电视再买那么小，以后我家里还能去人吗？那现在谁还看电视？直接拿手机用 WiFi 不就得了吗？那你干脆电视什么的都别买了，冰箱什么的也不要了，就买2张床就得了呗。你是结婚过日子吗？你还不是为以后省钱结婚吗？你自己还好意思跟我提结婚呢？该拿聘礼的时候，人家去我们家了，去了就说。我们家装修花了挺多钱的了，我们现在就只有5万块钱了。你当时你只有5万块，你当时答应我给我10万干嘛呀？一时口快说出来了。你还一时口快呢？结婚这么大事一时口快说出来的呀？我就讨厌别人跟我撒谎。给了吗？后来5万块钱，给了。不是他一说那就5万块钱，你爱要不要？还说那个我儿子这么优秀，没有你这女朋友，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那你去找呀。不是你不感觉这样男人挺好的吗？是吧？起码比那些花天酒地、胡吃海喝的。你说你抠点也就算了，你还那么能算计。这个聘礼给没给啊？没有，他没给，因为他妈妈就那样说话。等于聘礼没给，换来的是一张谈恋爱期间的账单，是吧？我一说分手嘛，他家就跟炸了锅似的啊。第二天就拿着那账单去我们家了，而且一条条写那么清楚。这个钱给了吗？给了，上面那3块我都给了，连1块1块的我都给你了。为的是什么？你吃饭我买单，你看电影我买单，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单。我就是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了，你以后不要再去找我了。要不是因为你，我直接在家吃饭。你都现在这态度，你还来找我呢？好意思？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别跟我提感情，你要提感情，你妈妈就不会拿到那儿去。而且我把钱给了你们家，你妈妈就不会到处造我的谣，说什么我在外边不检点怎么着，我又找了个对象怎么着？我到底找了吗？不是，人当时有你们这么侮辱我的吗？是你非要说分手，在气头上。我一说分手，你妈妈都那样闹了，你现在还来找我呢，好意思来找我呢？不是你别光想那个，我不是还给你过生日了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过生日呢？过生日给我买了个蛋糕，小蛋糕。是光一个蛋糕吗？还有1朵玫瑰呢。1朵玫瑰也挺好啊，这代表1心1意。这个钱没要吧？要了，最后3块哪出来的呀？哥们儿，你是给他每一笔花销都记账吗？他自己有一个小账本，习惯一条一条的买什么东西记得可清楚呢。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功课？是逛完街回家还要记账？对。你喜欢这姑娘吗？喜欢。你喜欢她什么呢？她实际上一开始挺好，挺老实的，不是一个爱钱的人。哦，你到底喜欢她还是喜欢她不爱钱？都可以吧。拿账单去是你的主意还是你妈的主意？我妈去的。你知道吗？后来知道了。一开始不知道哈。对。哦，这小伙子做事到底过不过？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看小事挺有意思的。当我们认同他说，哎，这个东西买的比较便宜，比较值的时候，他脸上会泛起一种微笑。一旦用了最便宜的钱达到了我的这个目的，你就非常的欣喜，这一种偏自我的感觉。第二，有一点，一个这么能够理财的人，怎么能够由10万变到5万呢？这个逻辑不符合。所以说呢，这就意味着由10万到5万。这是一个计谋。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你，这是你第一任女朋友吗？不是。前几任女朋友相处的怎么样？都差不多吧。分手都是因为什么分手的？也和这个差不多吗？差不多。你的好朋友多吗？不多。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你这个习惯跟你妈妈是不是一样？我们家都是勤俭持家的人，所以在你的理念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反思过，说花钱上的这种理念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是他们不理解我吧。好多特别会过日子的人，特别所谓的我们说斤斤计较的人，一般都是性格偏内向的，感觉说，哎，这个钱如果在我手里边，觉得特别安全。如果时时的用钱和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那么别人是无法走进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么他为什么都把钱要回来了，都想分手了，然后还想再追人家？我在猜想一个问题啊，前2次在分手的时候，钱也要回来了吗？没要回来吧？这次要回来了，对他形成一种安全感，觉得在他身上，他不断的妥协，不断的忍让，所以他得到更多，所以觉得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这个他可要。这个是为什么他今天坚持要复合和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原因。哦，这个安全。小石啊，你以前交过几个朋友，为什么都分手？你周围没有朋友，为什么？你怎么不长长经验？你怎么不总结自己的为人处事？勤俭持家是好事儿，可是啊，小石啊，你过了。你想一想，你原来答应给人10万，你现在个5万，5万你可能都不愿意给。特别是人家女方跟你提出分手，你们全家到人家来算账，你这叫什么行为呀？你还老有理，这不勤俭持家吗？这不节约过日子吗？以后他要到你们家，你能把他脖子系起来？女孩子，你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家庭能不能入在他们家？考虑考虑吧。对自己勤俭节约，那叫是传统美德；但是对爱人斤斤计较，那是冷酷无情。面上貌似你抠的是钱，实际呢，你吝啬的是自己对他的感情。你们所有之间的往来，有没有谈过你如何爱他？你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全都是钱。我看小片的最后，居然落在：如果你跟我分手，我不是白付出了吗？多伤人心。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拿了一个账本，就连送给他的代表感情的无价的那一朵玫瑰花，仅仅价值3块钱。你说你对他所有的付出还有意义吗？貌似你是在省钱，其实呢，你是在极度的表现出自己的自私。你在勤俭持家，在号称自己是一种美德的同时，你有在乎过对方的感受吗？有爱吗？没有，没有爱，这还是第1层级。第2层级，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你背后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同样勤俭持家的妈妈，她在扮演的什么角色呢？要分手拿账单，如果要彩礼，还要对外的说啊，你如何的不配，那个女朋友选择的如何的不好。当她的种种表现做出来之后，你在做什么？你就是一个傀儡。你在帮着你的妈妈去伤害你的爱人，你心中到底对这个女孩有没有爱？如果有，我觉得再勤俭持家的人对于自己的爱人一定是慷慨的。我问一下男生，良心多少钱一斤？可以计算吗？不可以吧？那一个人的诚意怎么计算？别人送你多少礼，你就1分不少的退还过去，这有人味吗？而女方让我最诧异的是，你说她算计也就算了，她给你标了一个价格，10万是吧？后来又给你弄到5万，这本来就是一种羞辱，你居然还要自取其辱的跟她去讲价，说你开始说好了10万，怎么能现在给5万？别人已经羞辱你了，你自己还要加上一耳光。他是那一类人，你自己还要把自己归到那一类人当中去。我们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叫穷。可见，其实生活真的是要算计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成本，所以生活是要计算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算计，有3个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是，有些算计需要精确到分，是什么呢？工作，比如说会计，那就1分1厘都要算清楚。但是有些事情就没有必要算得太清楚了，因为算得太清楚了，真的就没人味儿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送礼，
如果说你给我送多少礼，我也分毫不差的回送给你，那我想请问送礼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摆样子喽，那就是交换了。所以看来有些东西是要计算的很精确的，有些东西大可不必。第二，算计自己，那叫不吃亏；算计别人，那叫占便宜。生活当中有一种人就是算计自己，就是我不占你便宜呢，你也别想占我便宜。这种人顶多可以说是比较无情，但是他不卑鄙。老想着算计别人而不算计自己的人，这一辈子一定是吃亏的，到头来是自己算计了自己。第三，总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可算计的，它没法算计，那就是情感。我刚才问你良心多少钱一斤，情感多少钱一斤？喜欢去算计情感的人最卑鄙的一点就是，他要看到回报，我才肯付出。甚至在我付出的时候，我还要计较是谁先付出。这完全违背了情感的基本道理。有谁可以说在情感当中是先看到了有回报我才去投资的？又有谁会在情感的过程当中会说我们俩同时开始，我喊3、2、1，我们就开始付出给对方？那还有劲吗？所以看到你们今天在这儿谈所谓的成本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将来有某一天，你们或者你们的家人躺在病床上或在做手术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在外面算计手术费的钱？一个说保守治疗吧，一个说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行，算一下大概多少钱，咱们 AA 制。那你想想看，此情此景还是人吗？所以说生活很现实，它确实需要计算，但情感真的不能计算，那是人最后的一点真诚。你们好自为之吧。面子啊，不值钱，在日子里面子是最不值钱的。日子是过给自己的，面子是留给别人的。别为了面子把自己的日子丢了。当然了，你到底爱他吗？自己掂量掂量，想清楚。生活里有比你还抠的，过得比你真的好，知道为什么吗？他用情啊。好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这么长时间，我是真心爱你的。刚才听了老师的话，如果你嫌弃的话，我可以稍微改一点。可是你们家这么步步紧逼的，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接受你。我对你是真心的，别光想着那些烦恼的，想点快乐的，可以吗？让我再考虑一下吧。亮灯吧，啊！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男生用一个狗尾巴草编了一个戒指戴在女生的这个手指头上，女生从来没觉得他抠，觉得是浪漫？他没见过戒指吧？啊，那女人傻呀，没见过戒指，所以你看，你把所有东西都以物价来衡量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接下来我们会提供3种帮助的方式，啊，到底是你要那个帮助权呢，还是你要那个帮助权？来，你告诉我。我要。我们给你提供的3种帮助方式是 A， 求助现场的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求助爱情导师。你的选择是 C， 爱情导师。啊，涂老师来啊。我再说2点。第一，一个人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但一个人的品性，你想他有太大的改变，不太可能。第二，刚才赵川说的那个话说，你为什么有些男生拿个狗尾巴草戴在女生手上？为什么有些女生会认为那是浪漫？但其实也不是所有女生都认为那是浪漫，也有不懂浪漫的女生说她就是抠门。你属于哪一种？你自己掂量着看，好吧？来，2位请交换箱子。来，2位请回吧。请关门。这样一对你也谈不上扼腕惋惜啊，你就觉得哎呦，现实生活里还真有啊，所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对自己是怎么选的。
5、4、3、2、1，请开门。哦，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她就是那种特爱花我们家钱的那种。我们家对这个事儿吧也是挺介意的，现在也很敏感，请你理解一下，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我会好好对你的。我不想跟他分手，这么长时间感情，我感觉挺有感情的。实际上，如果这抠你不满意的话，我可以改，是吧？刚听老师话了，我感觉我自己是错了，我跟你道个歉还不行吗？对不起。睡去吧。还不快跑，还抠那点体力。玫瑰花送。